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讲讲一个发生在台湾男和大陆女之间的相亲故事。两岸的婚恋文化真是有天壤之别，这个故事里头的误会和冲突那叫一个精彩。我作为红娘看了都直呼过瘾。我今天介绍的男主角阿志是个土生土长的台北人，今年32岁，是一家科技公司的产品经理。平时穿着简单，不爱张扬，但其实家底很殷实。女主角小梅是重庆姑娘，28岁，在上海工作了几年后来台湾发展，现在是一家外贸公司的销售主管，性格直爽，长得挺标致。当时是小梅的同事认识我，觉得她条件不错，想介绍个对象就联系了我。而阿志是我多年的老客户了，一直没找到合适的。这次我一看两人条件都不错，就牵线了，安排他们在台北信义区一家日料店见面。我作为红娘也在场帮忙调节气氛。一开始气氛还挺好的，两人聊了工作、兴趣爱好，看起来挺投机。谁知道吃到一半，话题突然转到了婚姻观念上。小梅这姑娘也是够直接的，张口就问：你家在台北有几套房子啊？阿志有点懵，但还是礼貌地回答：目前自己住的有一套，父母那边还有一套老房子。小梅点点头，眼睛一亮：那挺好的，在台北能有2套房已经很不错了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暗想这姑娘开局就打探家底，不太合适吧。但我没插话，想看看阿志怎么应对。阿志倒是挺大方，微笑着说：房子是父母的心血，我自己那套也是贷款买的，还在努力工作还贷呢。小梅笑了笑，又问：听说台湾男生很好，结婚都会给女方很多嫁妆，是这样吗？哎呀妈呀，我差点一口茶喷出来。这姑娘也太直接了吧，我们台湾这边哪有什么嫁妆一说啊，完全搞反了好吗？阿芝愣了一下，很有耐心地解释，可能有些误会。在台湾，传统上是女方准备嫁妆，男方准备聘礼，但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不太讲究这些了，更注重两个人感情和未来生活的规划。小梅明显有点失望，但很快又打起精神。那你们这边有彩礼吗？在我们那边，男方至少要准备20-30万的彩礼，好一点的都要50-60万了。阿芝有点惊讶，彩礼？我们这边一般就是订婚时男方会送一些金饰和红包，几十万的彩礼在台湾很少见。小梅一听就着急了，直接放下筷子说：那可不行啊，我们那边女孩子结婚不收个像样的彩礼，亲戚朋友都会笑话的。你彩礼准备好50万了吗？饭桌上一下子安静了，我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天哪，这才第一次见面啊，就聊到彩礼了，而且还直接喊价，这操作真是太猛了。阿芝脸上的笑容凝固了，但她没发火，而是很冷静地问：我很好奇，为什么第一次见面就讨论这个问题？我们连相互了解都还不够，就谈彩礼是不是太早了？小梅却理直气壮：怎么会早呢？这是迟早要谈的，不如提前说清楚。我们那边都是这样，先把物质条件谈好，才能安心发展感情嘛。阿志摇摇头，看来我们的观念差异很大。在台湾，婚姻是2个人的事，当然家庭条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2个人的相处和感情基础。小梅撇了撇嘴：你们台湾人就是太罗曼蒂克了，婚姻哪有那么多情情爱爱？那都是骗人的，没有物质基础，感情能持久吗？这话把阿芝也惹毛了，他直接回怼：那照你这么说，是不是谁给的彩礼多，你就跟谁？那我建议你直接去找富豪相亲算了，何必浪费时间？小梅一下子脸红了，声音也高了8度：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看不起我，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。气氛一下子剑拔弩张，我赶紧打圆场：哎呀，大家别激动，两岸的婚恋文化确实有差异，咱们可以心平气和的交流嘛。阿志深吸一口气，缓和了语气：抱歉，我刚才话说的重了，但我确实觉得婚姻不是买卖，彩礼也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值得托付终身的标准。小梅也冷静了一些：我知道我直接了点，但在我们那边，彩礼就是一种传统，也是对女方的尊重。阿志认真地说：我理解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传统，但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现代社会，很多传统也需要与时俱进。婚姻最重要的是2个人能相互尊重、理解和支持。小梅不服气：你们台湾人总觉得自己很先进，
看不起大陆的传统。我告诉你，我们那边房子都是南方准备的，在大城市一套房子少说也要几百万，这就是南方的责任。我看着两人越吵越凶，心里那个急呀，这场相亲怎么变成辩论会了？阿志皱了皱眉，我没有看不起任何传统，但我认为结婚是两个人共同组建家庭，不应该把所有经济压力都推给男方。在台湾，现在很多夫妻都是共同承担房贷，一起打拼。小梅冷笑一声，哦，原来台湾男人这么精明，连房子都要女方出钱。怪不得大家都说台湾男人抠门呢。好家伙，这下可把阿志惹恼了。他放下筷子，语气严肃地说，我认为男女平等不代表抠门，而是相互尊重和共担责任。如果你认为男方必须承担所有经济责任，那我们确实不适合。小梅一听这话，顿时火冒三丈。什么叫不适合？你是看不起我吗？阿志摇摇头，不是看不起，是价值观不合。你觉得婚姻应该建立在彩礼和房产上，而我认为应该建立在平等和相互理解上。小梅突然问了一句，那你说说看，你们台湾人是不是觉得大陆都很穷，所以看不起我们？阿志愣了一下，然后认真地回答，这种刻板印象是不对的。大陆发展得很快，我也认识很多优秀的大陆朋友。我不是因为你来自大陆而有什么偏见，纯粹是因为我们在婚姻观上有很大分歧。小梅语气缓和了一些，那你知道吗？在我们那边，男方不给彩礼，女方家里人会觉得女儿不受重视，会觉得很没面子。阿志点点头，我能理解这种传统压力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这种传统本身可能也需要改变？为什么衡量一个人是否重视你，要用金钱来计算？这一问把小梅问住了。她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，那在台湾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？阿志解释道，在台湾传统上确实也有聘金，但金额通常不会太大，而且很多都是象征性的，最后还是会用来置办新房或者还给新人。现在很多年轻人结婚，更注重的是两个人能否同心协力，共同面对生活中的挑战。小梅若有所思，听起来好像挺美好的，但我还是觉得男方应该有能力给女方提供稳定的生活。阿志点头，提供稳定生活是双方的责任，不应该只压在一个人身上。在台湾，很多女性也都有自己的事业，婚后双方都会为家庭付出。小梅不解地问，那你们台湾女生结婚都不要求男方有房有车吗？阿志笑了，当然也有人看重这些，但更多人看重的是对方的品格、能力和两人的相处模式。毕竟房子可以一起买，车子可以一起攒，但三观不合的话，再多的物质条件也无法维持一段健康的关系。小梅突然问，那你现在有车吗？阿志坦然回答，有一辆中档车，够日常使用就好，我不是特别在意这些身外之物。小梅又追问，你们台湾人都这么佛系的吗？不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？阿志笑了笑，不是佛系，是有不同的价值取向。台湾社会比较成熟稳定，很多人更注重生活品质和精神追求，而不是单纯的物质积累。这时候阿志突然话锋一转，问了小梅一个问题，如果我给你50万的彩礼，你会因此而爱我吗？这个问题一下子击中了小梅，她愣住了，脸上闪过一丝羞赧。阿志继续说，或者换个问法，如果有个人没给你彩礼，但他真心爱你，愿意和你共同面对生活中的所有挑战，你会选择他吗？小梅低头不语，似乎在思考。阿志又补充道，彩礼不是爱的证明，相互扶持、理解和尊重才是。一个真正爱你的人，不会用金钱来衡量你的价值，而是愿意和你一起创造美好的未来。这句话像一记重锤，让小梅彻底语塞，她的脸瞬间红了，眼神中闪过一丝动摇。我看时机差不多了，赶紧岔开话题，你们吃好了吗？要不要尝尝这家店的特色甜点？就在这时，阿志的手机响了，他看了一眼，说有紧急工作需要处理，得先离开了。临走前，他礼貌地对小梅说，今天很高兴认识你，虽然我们在一些观念上有分歧，但还是谢谢你的坦诚，祝你早日找到心仪的对象。小梅看着阿志离去的背影，神情复杂，一时间没说话。我有点担心这次相亲就这么泡汤了，但让我意外的是，饭后小梅主动问我，丽姐，
你觉得我今天表现得怎么样？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决定实话实说。说实话，你今天可能太直接了，而且对彩礼的要求在台湾这边确实不太常见。小梅叹了口气，我知道了，可能我太着急了。其实我在大陆的朋友结婚都是这样，所以我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。我趁机解释，两岸的婚恋文化确实有很大不同。台湾这边更注重两个人的感情和相处，物质条件虽然重要，但不是唯一标准。小梅若有所思，阿志说的话让我很震撼。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婚姻，我笑了笑。每个人的观念都是受成长环境影响的，没有对错之分，重要的是找到三观相合的人，这样婚后生活才会幸福。小梅点点头，丽姐，我想再了解一下台湾的婚恋文化，你能给我讲讲吗？我心里一喜，看来这姑娘还是有反思能力的。于是我开始给她介绍台湾的婚恋观念。其实台湾的婚恋文化和大陆有很大不同，我给小梅倒了杯茶，慢慢解释道，在台湾，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，结婚更注重两个人的感情基础和共同规划，而不是单纯看重物质条件。小梅认真地听着，时不时点头。台湾的年轻人普遍晚婚，很多人30多岁才考虑婚姻。他们更注重个人发展和感情积累，不会急着结婚。我继续说道。那嫁妆和彩礼呢？小梅还是对这个问题很在意。我笑了笑，在台湾，传统上确实有聘金和嫁妆，但现在很多都变成象征性的了。男方会准备一些金饰和红包作为聘礼，女方也会准备一些家具家电作为嫁妆，但金额通常不会太大，而且很多都是最后用来置办新房或者直接还给新人的。这么说，台湾男生结婚压力没那么大？小梅好奇地问。压力当然有，只是形式不同。我解释道，台湾房价也很高，年轻人买房同样不容易。但不同的是，很多台湾夫妻选择共同承担房贷，一起打拼。女方不一定要求男方必须在结婚前就有房有车，更多的是看两个人能否同心协力，共同面对生活挑战。小梅若有所思，听起来好像更平等一些。是的，台湾社会整体上男女更平等一些。很多女性都有自己的事业，经济独立，所以在婚姻中也更追求平等的关系，而不是依附于男方。小梅突然问道，那台湾人是不是都看不起大陆人啊？觉得我们很土很俗气？我赶紧摇头，怎么会呢？这是误解。台湾人不会因为彩礼文化就看不起大陆人，只是两地的风俗习惯不同而已。就像刚才阿志说的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传统，没有对错之分。可我总觉得他对我有偏见。小梅有点委屈，不是偏见，只是价值观的差异。我耐心解释，你想想，如果一个素未谋面的人第一次见面就问你要50万，你会怎么想？小梅一愣，随即脸红了。这么说我确实太唐突了，恋爱和婚姻是水到渠成的事，讲究个循序渐进。第一次见面就谈彩礼，确实会让对方感觉你更看重物质条件，而不是两个人的感情。小梅点点头，我明白了。其实我也不是那么物质的人，只是从小耳濡目染，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。每个人的观念都是被环境影响的。我安慰她，重要的是要有开放的心态，愿意了解不同的文化和想法。这时，小梅的手机响了，是个微信消息。她看了一眼，突然脸色变得有点奇怪。怎么了？我好奇地问。是阿志。小梅犹豫了一下，她给我发信息，说今天很抱歉，话说得有点重，希望没有冒犯到我。他说虽然我们观念不同，但他很欣赏我的直率和真诚。我笑了，看来他对你印象还不错嘛。小梅不好意思地低下头，其实他说的很多话我回去要好好想想。我可能确实太功利了，把婚姻看得太简单了，能有这样的反思很好。我鼓励他，婚姻不仅仅是一纸合约，更是两个人的共同成长和相互扶持。小梅沉思了一会儿，丽姐，你说台湾真的比大陆富裕很多吗？为什么阿志看起来不像很有钱的样子？这个问题让我忍不住笑出声，这就是很多大陆朋友的误解了。台湾社会确实比较发达稳定，但不代表人人都很富有。台湾人更注重生活品质，而不是外在的炫耀。很多人即使家底不错，也不会刻意显摆。那阿志，他家条件怎么样？
小梅还是忍不住问道。我狡黠地笑了笑，这个嘛，我只能说他家境不错，但他不是那种靠家里的人。他自己也很努力，在公司是业务骨干，年薪不菲。他喜欢简单的生活方式，不爱炫耀，这也是台湾人的一种生活态度。我好像有点理解了，小梅若有所思。其实我也不是那么在乎彩礼，只是觉得这是对女方的尊重。但想想也是，尊重应该体现在平时的相处中，而不是一笔钱。没错，我赞同的点头。真正的尊重是平等对待，真心相待，而不是金钱能衡量的。小梅纠结了一会儿，最后鼓起勇气问道：丽姐，你觉得我还有机会吗？我是说和阿志。我笑而不答。你想再见他一面吗？小梅红着脸点了点头。那就回他信息吧，诚恳道个歉，说你也反思了自己的言行，想再多了解了解台湾文化。我建议道。小梅当场写了一条长长的信息，反复修改后发了出去。不到1分钟，阿志就回复了：没关系，我们都需要相互理解。如果你有兴趣，周末我可以带你逛逛台北，让你更了解这座城市和这里的文化。看着小梅脸上洋溢的笑容，我知道这次相亲虽然开局不顺，但可能会有个不错的转机。周末，阿志如约带小梅游览了台北，从热闹的西门町到文艺的松烟，从传统的龙山寺到现代的台北101大楼，小梅看到了一个多元而包容的台北。他们坐在咖啡厅里，阿志向小梅讲述台湾的发展历程，分享了自己的成长故事。他出生在一个中产家庭，父母都是普通上班族，从小就教育他要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想要的生活。大学毕业后，他自己创业，经历了失败才加入现在的公司，一步步打拼到今天的位置。其实我理解你对物质条件的看重，阿志坦诚地说，在竞争激烈的社会里，谁都希望有个稳定的生活保障。但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，更重要的是志同道合，互相扶持。小梅点点头，你说的对，我以前可能太功利了。其实我们那边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不再那么看重彩礼了，只是我们家乡比较传统。阿志笑了笑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传统，这没什么不好，关键是我们要有自己的判断，而不是盲从。1周后，小梅又约我吃饭，迫不及待地分享她的新发现。丽姐，我发现阿志真的很优秀，他不仅工作能力强，而且很有思想，和他聊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。我打趣道，怎么，现在不计较彩礼了？小梅不好意思地笑了，其实仔细想想，彩礼给多给少真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找个真心对你好、尊重你的人，这才是长久之道。我欣慰地看着眼前这个变化的姑娘，看来你真的成长了。小梅认真地说，是阿志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。他告诉我，在台湾，很多夫妻都是共同打拼，一起承担家庭责任。男女平等不是口号，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，这让我很受触动。那你们打算继续发展吗？我好奇地问。小梅点点头，我们决定先交往看看。阿志说不急着谈婚论嫁，想先了解对方，建立稳固的感情基础。这才是明智的选择，我赞同道。3个月后，我再次约小梅吃饭，发现她整个人都变了，变得更加自信开朗。她告诉我，她和阿志相处得很愉快，两人经常一起参加各种活动，去登山、看展览、参加读书会，生活丰富多彩。阿志教会我很多东西，小梅感慨道，他让我明白，人生不只是结婚生子，柴米油盐，还有更广阔的世界等着我们去探索。那你们有谈到未来的打算吗？我问道。小梅笑了笑，有啊，我们计划先认真交往1年，如果一切顺利，再考虑更进一步的关系。阿志说他尊重我的选择，无论我是想在台湾发展还是回大陆，他都会支持我。他真是个不错的人，我由衷地说。小梅点点头，是啊，他让我明白了爱情和婚姻的真谛，不是你给我多少钱我就嫁给你，而是我们能否相互理解、相互支持，共同面对生活中的挑战。1年后，小梅和阿志举办了订婚仪式，按照台湾的传统，阿志准备了金饰和红包作为聘礼，而小梅的父母则买了一些新家具作为嫁妆。双方并没有纠结于金额的多少，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两家人的相处和了解上。
订婚当天，阿芝的父母热情地接待了从大陆来的小梅父母。虽然一开始有些语言和文化上的隔阂，但很快大家就打成一片。阿芝的父亲是个退休教授，和小梅的父亲聊起了两岸的教育差异。阿芝的母亲则和小梅的母亲交流起了烹饪心得。晚宴上，小梅的父亲站起来发言，一开始听说女儿要嫁到台湾，我们很担心。在我们那边确实有种观念，认为女儿嫁人，彩礼越高越有面子。但通过这次接触，我才发现，真正的尊重不是体现在彩礼的多少，而是两个年轻人是否相爱，两家人是否和睦。看到女儿在这边过得开心，我们做父母的也就放心了。阿芝的父亲也站起来回应，我们两岸同文同种，有着共同的文化根源。虽然几十年的分隔让我们在一些习俗上有了差异，但人心都是相通的。我们欢迎小梅加入我们家，也希望两家人今后多走动，加深了解。看着台下相视而笑的阿志和小梅，我这个红娘也感到由衷的欣慰。婚礼前夕，小梅特地约我喝茶，感谢我当初的红娘角色。丽姐，如果不是你当初的牵线，我可能永远不会遇到阿志，也不会有这么大的转变。小梅感慨道，缘分这东西谁说得准呢？我笑着说，记得第一次见面你们差点吵起来，谁能想到最后会走到一起。小梅不好意思地笑了，想想当初我真是井底之蛙，以为台湾很穷，台湾男人很抠门。现在才知道，真正的富有不是物质上的堆砌，而是精神上的丰盈。这就是成长啊！我欣慰地说，两岸的差异客观存在，重要的是我们能否用开放包容的心态去理解和接纳。小梅郑重地说，阿芝让我明白，婚姻不是一场交易，而是两个人的共同成长。他从来不把我当外人，而是把我当成生活的伙伴。这种尊重和平等是金钱买不来的。婚礼那天，阿芝在誓词中说了一句话，让全场为之动容，我不会给你50万的彩礼，但我会给你一生的陪伴和守护。小梅含着泪水回应，我不需要彩礼，只需要你的真心和尊重。两人的故事传开后，引起了不少两岸青年的共鸣。有人支持传统彩礼文化，认为这是对女方的尊重；也有人赞同现代平等观念，认为婚姻应该建立在感情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。作为一个从事婚恋工作多年的红娘，我想说的是，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婚恋文化和传统习俗，没有高下之分。重要的是，在这个多元的时代，我们要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，尊重不同的选择和价值观。婚姻不是一场交易，而是两个人的共同成长和相互扶持。无论是台湾式的平等共担，还是大陆式的传统彩礼，最终都应该回归到两个人是否相爱，是否相互尊重，是否能共同面对生活的挑战这一本质问题上。这就是我想分享给大家的故事。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另一半，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